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我今天可能会一边化妆一边给大家讲。昨天我的美国爷爷就建议我说，他说你可以讲一期关于香港游行示威的这样的一个话题，因为香港可以，但是你们大陆不可以。我觉得我当时的想法代表了很多中国大陆的民众想法。我们对政治一般都很无感，觉得有那功夫还不如给家休息呢。然后我就告诉他一下我们大概的想法，我们不是没有权利，就是还很骄傲，觉得哎呦这个皮肤底子好差呀，因为我这一年都一直在长痘痘，就是很多中国人都会觉得，感觉游行很没有用，就包括很多中国在法国的留学生看到法国人一天天在游行，就感觉他们是不是闲着吃饱了没事干的，是不是政府都太好了，天天游行。其实我就反思了一下，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想法？我们就认为游行无用，耽误功夫，觉得你要啥他能给你还是咋地呀？我觉得跟我们这个生活的环境有关系。你看法国人一出生他们都在游行，但是我们呢，作为90后这一批的代表，一出生我们就在上学，上学你对政治所有知道的信息都来自于课本，而且政治它竟然还是一门考试科目，你想考不过他吗？你想考好一点，那你就必须要知道他想要的答案，你就要学习就是课本教给你的那些东西。我现在有点吓人，不过抹完粉底就会大变样的，女生都这样的。我现在有多丑，你身边的女朋友可能之前也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说，就是当政治是一门学科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象到，你还可以很言论的发表你的自由吗？你的成绩是直接反映在你对一件事情的看法的。我的那个美国的爷爷就说，我们不自由。我说他们在干嘛？他说他们在争取自由。我说我们挺自由的呀。我就想了一下，我们是真的自由的吗？就是比如说，你让一个5岁的小朋友，你告诉他你自由了，你出去玩吧，不要回来了，你想干嘛干嘛，他是真的自由吗？他可能出去2天，他就会觉得还是在家打游戏吃饭比较好。我觉得5岁小朋友应该也不享受这种自由吧。所以自由，我觉得应该就是你对这个世界，搜集了很多的信息之后，有了充分的了解基础之下，你反向的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，然后在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的基础之上呢，你可以有机会无障碍的去满足你的这种需求，这才是自由。所以你一个5岁的小朋友，你跟他谈自由，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意义。所以真正的前提就是你要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，然后才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但是中国很多人都认为我是自由的呀，我今天出门有人拦着我吗？我呼吸你管得着吗？就觉得这就是自由，就是他没有想过这个社会应该提供给他什么，而是觉得我活着我就是自由的。我觉得很多人呢，就是对自由的认知都有偏差。然后我们在谈这个游行言论自由，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是干嘛的。我去上街上，我去吆喝几声，我去喊点啥，他就给我啥了吗？他们就是得不到回馈，没有相关的经验，也没有人组织，然后经受过的教育呢又不允许他做这些，因为我们大家教的都是要自力更生，要靠自己。他从来不会上街上去喊为什么贫富差距这么大呀，为什么房子这么贵，我都买不起了。其实你也可以去游行的嘛，就是这是一个社会思潮，为什么贫富差距这么大？但是大家想的都会是，这没事儿，我也会变富的，我房子我会有的，我小孩挺孝顺的，他们都会买给我吧。他们不会想这是一个社会问题，而是想这是一个个人问题。我觉得这就是根本所在吧，就是大陆人很强调自力更生。所以就是我爷爷跟我说这个话题的时候，我就马上就回复他，我说我不会讲这个问题的，有这功夫还不如我做点我看会儿书，干点别的呢。我觉得应该和很多中国人的思想都一样吧，认为不如学习，不如去工作。我去游行，有人给我钱吗？我还耽误我上班。所以我还跟他说，我说所以中国世界知名就是勤劳的民族，法国就是懒。当时还觉得自己挺有道理的，其实现在想想也是有道理的，就是问题不知道在哪里。
然后我爷爷说好了，懂了。我不知道他是什么，是真懂了，还是觉得无法再跟我沟通了。因为我想，他们这追求这种绝对自由的人，应该是觉得我们超级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比如他说这个维尼熊说那个习近平像维尼熊，大家都不让说。我说没有啊，可以说呀。他说真的是的吗？那网上为什么搜不到习近平和维尼熊的那一张照片了呢？觉得这个东西，言论自由真的很重要，它是很重要。但是现在问题就是，很多新一代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自由是什么，就像那个5岁的小孩一样，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他谈什么自由？他没有足够的，他没有看过很多世界，他就不足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。你看，YouTube 吧，在国内被屏蔽，谷歌被屏蔽，那很多你想要知道外面世界的东西都被屏蔽。你包括一些人性思考，那肯定都是建立在很多不人道、不社会的事情基础之上，我们才会思考的。可是这一些很灰暗的东西，中国的网络环境下都看不到，因为不和谐嘛。其实正因为这些不和谐的东西的出现，我们才能够思考，才能够去知道我们想要的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。可是这些思考的源泉，这些不和谐的视频和信息都被掐断了，我们就会很缺少了一个深度的一个出发点吧。就是你没有经历过一些大事情，你怎么去进行一些言论总结呢？你不知道你要呼吁什么，所以就说这个政治参与度低，一是价值观问题，很多就是传统价值就是自力更生，而不是说我要号召别人帮我做一些什么，或者社会应该给予我一些什么。另外，我觉得就是你像香港吧，他们就认为，那我这次我不游行的话，那我有可能会变成北京和上海或者大陆的任意一个城市。我可能也看不到 Facebook 了，我可能也用不了YouTube 了，觉得就是很可怕。我已经享受到的一些东西，被你剥夺走了。可是大陆就是我们好像从来就没有享受过这些，我们也不知道还能够再被剥夺什么呢？所以就是政府给我们一个东西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是感激，从来没有想过哪里有问题。然后我们村的，比如就是近几年60岁以下的老太太、老人，都可以领到钱，一年大概能领1000块钱左右吧，就是都可开心了，觉得共产党真是好。共产党还能给我钱，我都不上班还能给我钱，就是中国很多的价值观就是我只有劳动了，我只有付出了，我才能够得到钱，要不然我凭什么得到钱？就他们这种意外收获都非常的兴奋。这共产党这个群众路线走的还真是好，就是那给老人钱，老人开心了，那中国又都是讲究孝当先，那他说共产党好，那下面儿子孙子都在说共产党好，你说共产党不好，他都感觉跟你要举例说明，你看我这钱你给我的呀，对吧？我后边这个是我的浴巾，不是我的绿幕。其实我最开始买绿幕之前，我就用滤巾试了一下，发现哎，我可以驾驭，我会使用，然后我才买的绿幕的。其实这个绿色就可以真的可以当绿幕用，只不过它有这个白色的地方，我就要不停的擦后边，你后期要把它们全部擦掉，所以纯绿的话比较好擦。说到哪里了啊？对，其实中国真的很多人都不关心政治吗？关心的，就比如老一辈的人都很关心，父母那一辈的人都，因为他们经历过那些时期呀、那些文革呀或者之前的事情，他们都知道这些事情，就会很参与度很高。但是90后之后呢，我们就从课本上学习，然后父母说话我们也不听，他说什么我们还反着来，而且你这个义务教育，你政治你考不好的话，你又考不上大学，一些都是在作文里，歌颂祖国、歌颂党，你写一些积极向上的、和谐的一些内容。另外一个就是也有人参与，就像比如你看 YouTube 上，其实有很多关于政治类的节目，他们都有讲一些这些问题所在，以及想积极引导大家的思潮。可是呢，就是那东西就只能存在网上，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很难有作为。比如，那你政治不好的话，就是你可能会成绩不好，
成绩不好，你可能会考不上大学，你可能找不到工作，你可能考不上公务员。所以这些稍微有这些思想爆发的人，很难去参加，很难符合这应试教育，很难脱颖而出，很难去从政，很难就是有所作为，最终都会变成一个愤青。因为你不符合这个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呀。看社会主义价值观这个词，就觉得这谁发明创造的？政治课本，很神奇的。啊，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头发。我前面的视频给大家展示过我的自然大波浪。来啦。所以就是你很多对政治你想参与的人，你反而最后成了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愤青，因为你不符合社会主流嘛。在中国就是这样子，竞争很强烈，你什么都要靠自己。其实政府真的帮助我们的真的很有局限，大家觉得这就是他应该做的，他把稳定大局就好，大家还都非常的心很大，觉得挺好的了。我觉得这就是问题所在吧。大家都是觉得英雄就应该当自强，就是自古应该自强。其实这个精神真的非常的好，而且香港的这个游行要是跟法国来比的话，还是不够专业。香港游行是你的权益被侵犯的时候，那么我们要游行，我们要说出来。但是法国人可是真的更高级了呢，你啥事都没有，他都能够游行。天热了呀，我不能干呀，或之类的。真的是法国对于这个思想的表达，真的是，更是高一级。中国呢，就是不爱表达，我默默的工作就好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，也不能说我们不自由，我们不民主，真的是跟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有深切的关系的。如果你作为一个美国人，你没有我们这个文化，你是理解不了的。反而大家觉得中国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像朝鲜人民一样。但是很讽刺的是，也许中国人民真的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因为大家都忙于照顾孩子、挣钱养家，哪有时间去游行呀？你去游行的话，可能你不符合你公司的价值观，你都有可能会被公司开除，对吧？如果你给你的公司造成什么影响的话，看杨幂那个马上就和那个公司。哪个牌子呀？范思哲，我忘记了。马上就和他们要解约，因为他们的 T 恤上面印了，印了有点影射中国主权不完整的这样的信息。你看，这个艺人都要受影响的。我觉得我们能做到真的很少。大家这个爱国情，这种盲目的爱国情节太高了。祖国是完美的，我们没有什么要去游行的。所以在中国就是经不起舆论的，很多人不愿意趟任何一趟浑水，去遭到任何不必要的舆论，因为对个人的这个影响真的很大。你不符合公司价值观尚且被开除，如果你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，那你考虑一下你在社会主义还怎么混。这么说来，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舆论很不自由的一个地方。当然，现在网络还是很自由的，只不过你是自由了，但是人家有中宣部呀，人家有这个媒体检查的一些手段，任何在网上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一些舆论，可能都会被屏蔽。那些网站，也有可能想要长期经营的话，他们肯定也要长期的筛选这些信息，也会去屏蔽。所以说，我们是相对的不自由，但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可能真的需要好几代人去成长吧。我们要从一个5岁的小孩长成一个成人，可能还真的需要好几代的去努力，也真的需要更多的信息。因为现在中国，我觉得普遍教育程度还是很低的，虽然很多都是大学毕业、硕士毕业，但是他那个你只是在某个技能上面，但是你在某个思想上面并没有什么真的高度。我觉得政治和高度是不可分开的。你如果没有某种高度的话，那你都是一些形式上的一些东西。所以真正的自强，真的应该还是精神达到某一个高度吧，应该还需要好几代人这样的一个沉淀。然后一点就是，你看，就是一些很重要的信息，政府也不敢告诉你，因为这大家都很没脑，很容易被一些有目的的一些舆论文章所带偏，所以大家都是报喜不报忧。政府对于我们是这样，其实我们对于家里不也是这样吗？报喜不报忧，就是这个国民的总体素质、心理素质不是很高，而且文化程度我感觉还是有待提高的。
你文化程度高了，这个不只是还像前面所说的，不只是文化课的文化程度，而是一种思想上面的一些程度，就是一个正确的主观意识形成了。那么那个时候就是言论自由才能够真正的自由，因为现在谈这个问题其实很没有什么意义。现在就是自由了，你可以随便说，很多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可能只是为了哗众取宠，博得一些流量或什么的。就是大家对自身了解很少，对国家了解很少，对社会了解的更少。就像是给你一支麦克风，给你一个主席台，让你去讲话，你自由的讲，随便的讲，那你心里没点数，你讲啥呀？对吧？就是现在大家需要一点数，我感觉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妆也化完了，话感觉也讲完了，我现在去下楼去拿快递了。我稍后可能会做一个开箱视频，希望大家继续收看。然后喜欢我的话，不要忘记点击订阅，再摁一下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每期视频了。我最近更新的还是挺快的，一个新的YouTuber主的上进心。